嘿，你好，欢迎回到 Xton。8月份火遍网络的一款 AI 产品呢，它叫做 Cursor。虽然 Cursor 本质上是一款 IDE 也就是给程序员写代码用的编辑器，但是呢，很多人都小看了它。如果你不是程序员，不要着急关掉视频啊。还记得自从去年初 AI 火热以来，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自然语言编程吗？现在好了，Cursor 是你离自然语言编程最近的一次。那么 Cursor 能给你带来哪些好处呢？首先，注册就送你500次与最强大的语言模型对话的次数，包括 GPT-4o 和 Claude 3.5。别说 GPT-4o 和 Claude 3.5需要花钱才能用得上了，在不被支持的地方呢，连注册账号都很困难。那光这一条是不是就足够动心了呢？其次如果你把它跟你的本地笔记本，比如 Obsidian 一起使用呢，你瞬间就拥有了一个专属自己的私人 AI 知识库。最后，不会编码的你呢，也终于可以获得代码技能的加持了。曾经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呢，万事俱备，就缺一个程序员。而现在呢，软件开发从此就不一样了，这就是自然语言编程。自然语言编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编程曾经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当然现在也是它的门槛呢，挡住了很多不会写代码的人。而现在开始呢，这个门槛正在慢慢的消失，人人都可以从编程当中获得效率的提升。好，Cursor 怎么去注册，怎么使用，都有哪些让人们疯狂的功能呢？咱们先不着急，视频后面再讲。我先给大家来做一个演示，你先看看够不够酷。让我们从零开始来实现这样一个 AI 术语卡片的页面，并且呢，点击卡片会打开 Obsidian 显示相应的详细的笔记。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不需要懂什么是代码。首先，我们先做一项准备工作。这是我最近一期的 newsletter， 其中有一篇文章呢，叫做破解 AI 迷思速查指南。那这篇文章呢，它就是把常见的一些 AI 术语呢，整理了一个 AI 术语清单，方便大家快速的了解 AI 的基本概念。它的原文就是 The Verge 的这篇英文文章，我们就把这篇文章呢，当做我们今天的基础。好，咱们运行 Cursor，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空白的文件夹，叫 Test Cursor。 好，这时候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完全空白的项目。首先呢，我们先创建一个文本文件，把刚才的那些 AI 概念的解释文章呢，我们先拷贝粘贴过来。好，我们到那个原文章，然后全部选上，把它拷贝粘贴到我们的 TXT 文本文件里头。OK， 这就是所有的 AI 术语的解释内容。那接下来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好，我们按下 Command-I 来呼出它的超强功能 Composer， 在 Windows 下呢，就是按 Ctrl-I。然后我们要求它，请生成一个卡片式页面，采用瀑布流的布局，样式呢美观现代，使用你认为最合适的技术来实现。但是注意，要在本地运行，运行方式要简单，使得没有开发经验的人呢也能运行得起来。这时候我们的模型选的是 Claude 3.5 Sonnet， 然后我们再要求它生成的内容全部放到当前目录下的一个子文件夹当中去。好，回车。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Cursor 就开始为我们创建文件夹以及相应的文件了。它会把整个项目的结构给你创建好。它创建了一个 HTML 文件，我们只需要用任何一个浏览器来打开这个 index.html 文件就行了。我们直接双击它。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就是它生成的一个瀑布流式的卡片式的布局。怎么样，效果还算不错吧？当然这只是第一步，我们实际上是要让它根据我们所给它的文章呢来创建一个 AI 术语表的卡片式布局。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对它提出进一步的要求。AI 术语 TXT 呢是一个讲解基本 AI 术语的文章，请把文章中提到的 AI 术语呢制成卡片，每张卡片包括一个术语以及该术语的解释。不同的类别使用不同颜色的卡片，并且适用中文。Cursor 就开始根据我的要求来修改它创建好的那些文件了。在文件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红色和绿色两种颜色。那绿色呢就是它最新修改的内容，红色就是原来的内容。完成之后，我们只需要点击 Accept All 就可以接受它所有的修改。然后我们再回去看一下修改之后的结果。那很不幸，结果是一个空白页面。那凡是碰到不正常的情况呢，我们就回到 Cursor 这边，然后要求 Cursor 去改正错误。我们只需要告诉他错误的现象就可以了。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开始一行一行的修改代码。修改完成之后，同样我们点击 Accept All 接受它所有的修改，然后我们回到浏览器那边刷新一下，好，这下结果就出来了。效果怎么样？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效果，看起来很漂亮。所以第一阶段的任务呢成功。我们接下来呢给他提一个更高一点的要求，就是让他把这些卡片改成可以点击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求他呀，我现在希望你做以下2件事情。第一呢，在根目录下面每一个术语呢生成一个 Markdown 文件，文件名称就是术语的名称，文件的内容呢是这个术语的详细解释。页面上的卡片是可以点击的，点击其中的卡片呢将会打开相对应的 Markdown 文件。好，这下呢科瑟直接给我生成了一个创建 Markdown 文件的代码，毕竟是一个开发工具啊，它首选就是来创建代码，然后呢告诉我怎么去运行这个服务器。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不想要这么复杂，所以我就告诉他，我不希望运行什么服务器，请你根据 AI 术语点 txt 这个文件呢，在根目录下每一个术语生成一个 Markdown 文件，文件的名称就是术语的名称，文件的内容呢就是术语的详细解释。请你直接创建文件，不要尝试写代码来执行。好，这下呀，他知道他需要创建哪些文件，然后把文件名列了出来。每个文件的内容呢，他给了一个例子，然后告诉我这些文件将直接在根目录下创建。但实际上他现在并没有创建这些文件。好，所以我就说没错，你说的对，请开始创建吧。好，这时候他给我的回应就很奇怪了。他说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作为 AI 助手呢，我没有办法直接在您的系统上创建文件，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这些文件的内容，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创建这些文件。那这个回答不就是纯粹搞笑了吗？他已经在我的系统上创建了好几个代码文件了，现在又说他不能直接在我的系统上创建文件，这就是 AI 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过呢，我们用一个小小的 prompt 技巧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整个的完整的 prompt 呢，我会放到我的免费课程里面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看。那很多人问我如何系统的学习 AI， 很简单，只需要打开 axtnew.ai， 进入到 AI 精英学院，就能立即获取到我的免费课程。免费课程不仅内容广受好评啊，更重要的是 AI 自动化、智能体和提示工程相关的内容呢，都在不断的更新当中。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在 AI 领域有所建树啊，我强烈的推荐你看一看我的 AI 自动化和 AI 实战派这2门核心课程。这不是浮于表面的技巧，而是真正能够让你在 AI 时代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能力。也许你可能担心技术变革太快跟不上，但是请记住，工具可能会过时，核心能力却不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课程不仅教你怎么做，还会教你为什么。所以不要犹豫，现在就去 axtnew.ai 看一看吧。不管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课程，我都在那里等你。那整个过程呢，其实很简单。既然他说他没权限，那么我们就告诉他，你是有权限在当前目录下创建文件的。你可以先创建一个文件试一试。那接下来科瑟就说，好，我理解了，感谢你的说明。我既然有权限，那我就创建一个试试吧。那结果他就成功的创建了2个文件。然后我就说，很好，你成功的创建了 Markdown 文件，请你继续为剩余的术语来创建文件吧。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文件就在不断的在创建当中。很快他就把所需要的文件都创建完成了。然后呢，我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我需要页面上的卡片是可以点击的，点击当中的卡片呢就会打开相对应的 Markdown 文件。Cursor 很快就完成了代码的修改，然后还做了一些美化工作。当鼠标悬停在卡片上的时候呢，会显示一个阴影。好，这时候我们就接受，然后我们去回到浏览器那边刷新一下，看看效果。好，这时候我们鼠标悬停确实是有阴影效果了。那点击一下呢，文件没有被发现。其实我们这时候从它的 URL 当中已经可以看到啊，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中文文件名的问题。我们不用去深究这一点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更强悍的演示，用 Obsidian 来打开这个目录，让 Cursor 和 Obsidian 相结合。这时候我们就直接用 Obsidian 来打开 Test Cursor 这个文件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夹下面刚刚生成的这些 Markdown 文件。那这时候我就告诉 Cursor， 你知道 Obsidian 吗？咱们改成点击卡片使用 Obsidian 来打开相应的 Markdown 文件。好，Cursor表示他知道 Obsidian 是什么，然后就修改了 JavaScript 的文件。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把 Obsidian 这个 Vault 的目录告诉他，
把目录说清楚之后呢，它很快就把代码写好了。那这时候我们再接受代码，然后去回到浏览器这边刷新一下，看一下效果。好，点击，这时候就会问了，你是不是需要打开 Obsidian？ 那成功的打开了 Obsidian， 并且显示了相应的 Markdown 文件。为了看起来方便呢，我们就把它们并排显示一下。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点击卡片的时候呢， Obsidian 就会打开相应的 Markdown 文件。所以这也就证明了呀，通过 Cursor 来写代码来操控我们的笔记是可行的。然后我们就夸 Cursor 一句，这次很好，任务完成了。那光是显示个卡片还不够，接下来还有更牛的。好，我们关掉 Cursor 的 Composer 窗口，然后点击 Command-L 来打开 Cursor 的对话窗口，就是跟 AI 对话的窗口。在对话窗口当中，我们就问他，我们在哪个文件里面讲过幻觉呢？然后我们点击 Codebase， 那这时候 Cursor 就可以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目录所有的文件当中进行检索，最后告诉我幻觉在哪些文件当中出现过。这就妥妥的呀，相当于把 Obsidian 的 Vault， 把我们的笔记，把我们的所有的笔记呢，作为我们的知识库了。好，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去注册 Cursor 呢？ Cursor 的网址就在 cursor.com， 大家不用记，这个视频当中用到的所有的链接呢，我都会放到我的免费的课程里面去。那进到 Cursor 的首页呢，首先我们在右上角 Sign In 来进行注册，接下来呢，把 Cursor download 下来进行安装。Cursor 它是一个客户端软件，它不是在网页端直接运行的。好，点击注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输入自己的姓名和邮箱，就可以进行注册了。你也可以用你的谷歌账号或者 GitHub 账号来进行注册。注册的过程很简单，所以呢，这是我们目前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GP4O 以及 Cloud 3.5 的方法之一。好，注册之后进入到 Setting 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姓名和注册邮箱。然后我们就可以有14天的时间去试用 Pro 版。那 Pro 版本呢，就可以让我们跟这些高端的模型GPT-4o 和 Cloud 3.5 呢进行500次的对话。试用期过后，即便你使用它的免费版本呢，你还可以使用50次的，当然是慢速的它的高级模型的请求，还有200次的Cursor的自己的小模型。所以目前来看，Cursor还是比较慷慨的。那 Cursor 安装之后运行起来呢，它的主界面主要就是3大部分。那左边呢，就相当于是你的项目文件的部分，也就是你所有管理你的源代码的地方。中间是你的文件的编辑窗口，你可以编辑代码，也可以编辑文本文件，都是一样的。而右边窗口就是跟 AI 进行对话的窗口。对话窗口我们可以通过快捷键 Command-L 来进行呼出。在对话窗口上面显示的这个文件呢，也就是相当于你跟 AI 对话的一个上下文。我们还可以通过点击加号来添加你的项目当中其他的一些文件，所有添加进来的文件呢，都将成为你进行对话的上下文。比如我们去问他什么是基础模型，哪个文件中提到了，他就会告诉你基础模型就是在基础模型.md 文件当中提到。这是跟指定文件的一些对话，你可以在这边灵活的添加你所需要进行对话的一些文件。除了添加文件作为你的上下文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直接在代码编辑窗口里面选中某些内容，然后把它添加到你的对话窗口里面去，就可以当做你的对话的上下文，或者直接可以使用 Cursor 进行编辑。当然，这个编辑的目的呢，主要是用来做代码的，但其实呢，不是代码，它也一样能编辑，毕竟它是 AI。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添加到 Chat 里面有什么用。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让它来解释。比如我们添加到这边，我们可以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这样 Cursor 就会把这句话呢给你进行详细的解释。当然，这个功能更有用的是解释代码。比如我们代码里面有一段看不懂，我们就可以让它解释一下这段代码，它就会告诉你这段代码到底是干什么的，说得很详细。那对话窗口里面更牛的一点是在哪呢？是你可以跟整个的你的 Codebase 进行对话。也就相当于你可以跟你的这个项目当中所有的文件进行对话。这就是我刚才使用 Obsidian 给大家演示过的，我们可以把 Obsidian 的所有的 Markdown 文件当做你的一个知识库。比如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上下文，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 Obsidian URI 是如何定义的，然后我们就点击 Codebase 或者按 Command 回车，在整个
代码库里头进行搜索。那这边它就会对这个所有的文件进行检索了。最后它就会告诉我这个 Obsidian URI 是怎么定义的。除了跟文件进行对话之外呢，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它还可以进行编辑。比如这段文字，我们按 Command K 让它进行编辑，我们可以让它翻译成英文。好，这就翻译成英文了，没有问题。我们直接点 Accept 就可以把原来的中文给它替换成英文。所以这个编辑它不光是能编辑代码，编辑文本也是一样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强的功能，就是 at。点了 at 之后，我们可以把文件添加到我们的对话的上下文当中，还可以添加目录、代码、文档、Git， 甚至我们可以进行网络搜索、Web 搜索。比如我们选 Web， 然后我们问它今天的比特币是多少钱？好，它就会进行网络搜索，然后呢，最终给出搜索后的结果。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AI 搜索。那我们有了 Cursor 之后，我们的 AI 搜索也可以用它了。那 at 除了添加文件代码作为我们的上下文，然后还可以进行网络搜索之外呢，它还可以添加文档。添加文档的方法呢，我们可以直接添加一个 URL， 那这点还是很厉害的。当然，除了使用 at 来添加文档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它的右上角的设置按钮，然后在它的功能里面找到 Docs 这个部分，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添加新的文档，作为我们项目的知识库来使用。比如这边是 Make 的帮助页面，我们把它的 URL 拷贝下来，然后在添加新文档的时候，把这个 URL 粘贴在这里，就可以把 Make 的整个帮助文档作为你的知识库。这边我已经添加过了，它已经索引完成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小按钮来看一下，它一共索引了900页。那么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可以试一下。比如我们问如何使用 Make 建立 Discord 连接呢？然后我们 @make 这个文档，那这时候它就会在这个文档当中进行检索，一共搜索了13个 page， 13个页面。最后告诉我，根据 Make 文档，你可以通过以下2种方式把 Discord 连接到 Make。所以如果你是用 Cursor 来做代码开发的话，你就可以把你代码所需要的参考文档全部给它加到这个 Docs 里面，随时随地的可以参考，所以这点还是非常方便的。好，除了跟文档、跟 AI 进行对话的功能之外呢，这边还有一个 Cursor Tab， 就是可以自动完成。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呢， Cursor 就会根据上下文，它在推测你想干什么，然后就会把可能的语句给你列在这里边。比如说这边我打了个回车，它就自动的出来了这么一行语句。如果你认可，你只需要直接按 Tab 就可以把这个语句写到这里了。那Cursor就会接着来推测你下面想要做的事情。这是对代码来说，当然对于文本也是一样。比如这一段 RAG， 当 AI 模型生成内容的时候， RAG 允许模型在训练范围之外查找和添加上下文，这可以提高最终生成内容的准确性。那如果我们要接着写这一段呢，比如说我们就给它写一个但是， Cursor 就会给你预测出后面你想说的话。如果你认可，你直接打一个 Tab 就可以把后面这段话给写上来了。所以你只需要写一些连词来引导 Cursor， 就可以快速的完成一小段写作任务。好，除了以上这些功能之外呢，其实 Cursor 最重磅的一项功能是它的 Composer。Composer 可以在多个文件进行代码的编辑今天我们一开始演示的就是 Composer， 它可以从无到有直接给你生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所以这个 Composer 还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大家可以自己多玩一玩。好，以上就是 Cursor 的主要功能的介绍。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呢并不是开发人员，所以呢这次演示我就并没有用写代码来作为重点。但是 Cursor 毕竟是一个开发工具，用它来做开发写代码呢，才能把它的功能、把它的优势呢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呢，即便你从来不会写代码，我也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有意识的去尝试使用这些帮助你写代码、帮助开发的工具。因为 AI 它迟早会帮你把写代码这些事情全部搞定。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你的需求，然后很快就能得到一个可用的产品。越早熟悉这一套流程呢，越有可能领先一步。好，我是 Axton， 带你用实战解锁 AI 的商业价值。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请帮我点赞、评论、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内容了。咱们下期再见。